接着我们来录制镜头的运镜动画。好，我们这边就做运镜动画，我们没有要做角色动画，其他的物件动画也没有要做哈。首先回到最前面，然后这边会有光圈焦距。那首先你要切换到摄影机，你看到才是你所要的。然后在这地方按住右键，然后使用 WASD 来观看你的场景。好，那这地面我都有多放一些草啊、石头哦，这边你就自行再把这个场景丰富哦。然后这些物件呢，你可以透过那个 G 游戏视图关掉，它就不会看到那个东西了。好，快捷键是 G Game 哦，所以这个可以记快捷键。好，那为了避免干扰，先做这样哈。好，这里的焦距就是镜头。你有玩过单眼相机的话，就是那个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镜头，没有也没关系哈。这个数值越小越广角，数值越小越广角，你拍到的东西会越宽广。所以一开始的大镜头我会用广角镜头来做。好，待会的微拍就是近拍的部分，我会用近的镜头。譬如说，我觉得有个地方，这里特写很漂亮。那我这里就用那个近拍的镜头，那近拍镜头可以用长镜头，好，那通常45左右是标准镜头，然后20以下或28以下是广角，好，那85以上就变长镜头了，好，那这个你不用记啊，反正数值越小，看到的越宽广，但是东西会变形哦。如果你把它改到2，你看这个数会变形，大家都变得很夸张，会非常的壮大，好，会夸大那个视角，所以通常不要低于15啦，要不然东西会变形。所以这里广角抓15，其实东西没变，只是镜头在改变而已。好，所以这个焦距我固定一个。然后光圈呢？光圈当然如果要拍到近拍的话，就成光圈就是要开小一点。好，那这时候去决定你所要拍的第一个镜头角度。好，比如说我先拍这样，好，这是我想要的焦距，就先这样。好，然后镜头摄影机我们要先做个改变哦，点这里就选取摄影机。然后这个地方我会做几个改变哦。第一个，摄影机可以控制你拍到的一个效果哦。那这边的胶卷背板，这边我把它改成那个单眼相机，数位单眼相机，所以是16:9 DSLR。我改这个，然后注意看这里的比例，胶卷这会有点变化，但是一样是16:9。你用这个也可以哈，但是我偏好这个。好，点咯。好，比例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看到会有点小不同哈。这个，然后这个胶卷感光度，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单眼相机的细节，这个我们不管了哦。这里我只改单眼相机，数位单眼相机，好啊，其他都是各种拍摄器材的部分，我现在改这个而已。好，然后除了这里之外，它还可以改什么哦？就是改对焦。那我现在用广角镜头，我们要拍近拍，我们要特写，所以对焦部分待会我用另外一个镜头，我们再来说明哦。然后再来就是光圈。光圈待会我直接从这边控制，光圈可以决定它的进光量，所以这里我还原。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好，在摄影机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后置特效的部分，然后这边我会来加上一个光晕，然后这里我会把它打开，光晕，然后这里的方式我用卷积，用这个方式，它的对比性会比较好。这也是偏好问题啦哈。然后这个不论光阴的强弱。就这个了，有它比较亮的地方会发光，这样这光晕，然后也有光斑，那这里多少我先抓个0.2，好，然后这边我会把它换成就是机卷的方式，这样，好，那再来摄影机还可以控制曝光控制，这个地方我会把它加上曝光控制，它整个的对比跟亮度就可以控制下来。那曝光控制的这里我会选择手动你会发现突然变暗哦，因为你手动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控制那个曝光补偿，就是要加亮，这样。这个概念就是你在玩手机它自己会帮你调光线如果你使用单眼相机你要控制光圈、快门、ISO 值那个部分如果你不会控制，那就会变得很暗或很亮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手动。那手动其实我们不需要控制到那么复杂，它很简化，就是亮度而已。所以基本上10会差不多如果没有的话，你再适当的加亮好，那这边我可能要在11了吧，11，数字越高就会越亮。好，这里好，那这个你自己斟酌了那有可能要到12。那你也可以改太阳的亮度，那通常太阳亮度比较不会改，除非有一些特效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好，像这样。
那这样整个的对比度就会不一样哦。现在我已经把它手动变12了，然后我切换到透视图，你看一下，这透视图的亮度，这是摄影机的亮度。这是一般的自由视角，可是你只要透过这一台摄影机看出去，亮度跟对比度、饱和度，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用手动的方式来控制进光量。好，所以这边你可以再次调整你要的。好，至于这个亮度多少，你自己抓咯。那可以的话，这边可能要把它切换到高或极高的部分来观看，会比较准确。因为那个品质是差的，所以预览有点不准。那我看一下我之前的参数是设多少。我的部分调好在这个地方。我这一台我选摄影机，好，我这里是10.5而已。10.5，这样看起来很暗哦，但是就是算出来跟最后的测试会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你自己衡量一下哦。所以这边视线已经做好几个哦，好，所以这个再注意。好，这个点2下进来，又切换到这一台了。好，那这边选择摄影机的曝光补偿，记得你要点这里哦。我现在选到不是那一台哦，你看我现在选到哪一台？在这个地方，这是1哦。你不要看到这个就来改就改错咯。我这个是你要点这里。S1 这边才会选到 S1， 这里才是 S1 的功能。然后你要切换到摄影机的视角，要点这里，就切换到摄影机视角。好，这个要慢慢习惯哦。点这里是摄影机跟透视图的切换，好点这里是选取摄影机，这里才有它的参数。也要确认一下是不是选到正确的。所以注意这几个那这个曝光值的部分。曝光值我就调，我先暂时调这样了刚刚是10点多，我再把这个改11，我先抓11就好了。好，那亮度你要真的看到效果，就切换到摄影机的镜头，这样 OK。好，那待会我再来调其他的好，那在下面还有一个叫做 Lens Flare，Lens Flare 是镜头光斑，它会有那个摄影机跟太阳的角度，如果是在面对面这个角度位置上，你就会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斑那这个颜色大小、景色，好，我调一下角度Ctrl L， 好，调一下。那这个要品质好一点才会看得到了好，那这个我可能强度强一点，夸张一点，我再转一下角度，这个要。摄影机跟太阳在确定的某个视角，你才可以看得到。你要让太阳光在你的前面有时候云也会挡住太阳光，这个也要调一下在这个地方，这里Ctrl L， 这里好，然后再来调整。我这边不好找而且品质降低之后，这个品质的效果会影响到观看的效果。好，再看一下 Ctrl 加 L， 我再看一下，再调一下，因为我们的云还蛮浓烈的所以会影响到 Ctrl L， 低一点，不要太低哦。好，那这里看你要不要这个效果，如果真的没有，那就算了那这边就是控制了镜头光斑的强度跟它的光斑的晶格片的大小所以这边改的是曝光控制。那亮度自己改一下，用手动的，然后镜头光斑看你要不要开都可以。